大妈一辈子都没出过汗，39度的气温下跳绳1小时，头上一滴汗都没有。节目组在屋顶铺了一层锡纸，温度瞬间达到了45度，大妈躺在上面就开始享受日光浴了。就这样足足烤了2个小时，大妈都被烤成了3分熟，但还是一滴汗没有。她还说一点都不热，甚至感觉有点冷。节目组又带大妈来汗蒸，汗蒸房现在65度，没一会儿，同行的大妈已经大汗淋漓，她却一点反应没有，还说温度能不能再高一点。周围人都看呆了，露出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1小时后做个对比，大妈的额头还是一滴汗没有。大妈说小时候家里穷啊，一天饿3顿的，根本没关注过出汗这件事。结婚后呢，丈夫又死得早，她成了家里顶梁柱，更没时间关心自己了。现在孩子们都大了，不用自己操心了，她想要体验一下出汗的感觉。节目组带她来医院检查，医生想要确认下大妈是否真的不出汗，在她手上涂了一种遇到水就会变成紫色的液体，又撒上了一些白色粉末，接着放在烤灯下面烤了1个小时后，结果手指纹路上都变成了紫色，说明大妈还是会出汗的，只是量比较少。医生说出汗少其实对身体健康没太大影响，这些大妈也放心了，原来自己和正常人一样也还是会出汗的。然而下面这位小姐姐的情况和大妈完全相反，她挑战2天减肥40斤，还说减肥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现在体重192斤，腰围104厘米。废话少说，挑战开始。他先穿上6件保暖内衣，外面再套上2件羽绒服。要知道这可是夏天啊，外面气温38度。这还没完，他竟然打开了取暖器，就这样在密闭的房间内跳绳，1分钟要跳200个。没一会儿他就满头大汗了，但他并没有停止，跳了整整3小时。完事后脱掉上衣，轻轻一拧。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已经减掉10斤了，开什么玩笑，来直接上秤。我去，184斤，3个小时内竟然减掉了8斤。他没有休息，连口水都没喝，接着来到健身房，穿着羽绒服跑步，周围人都看呆了，这该不会是个傻子吧？就这样运动加节食24小时后再次上秤，现在体重减到了177斤，24小时内一共减掉了15斤。照现在的速度来看，2天减40斤，感觉真的能实现啊！挑战还在继续。第2天一大早，他就穿上羽绒服开始跑步了，还都是跑的上山路。回家后妈妈喊他吃饭，他却在冰箱拿了2块冰块含在嘴里，继续疯狂跳绳。现在已经过去了32小时，就要进入最后的冲刺了。结果节目组却在街边的便利店找到了他，他竟然偷偷的吃烤肠，接着还喝了1罐可乐，还说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不过还好，回家后他继续运动到深夜。第2天一早，挑战时间到，他已经准备好上秤了。结果现在体重是166斤，也就是2天内减掉了26斤。虽然有一点点打脸，但这样也很夸张了。他认为是烤肠和可乐影响了自己，
还说自己最高纪录一天减过30斤。那么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减肥？原来他曾经是一名拳击手，拳击比赛是分重量级的，为此他进行过无数次的节食减重，知道如何快速的减重和增重。但是大家不要模仿，毕竟人家是专业的，是个狠人。但是要说狠，下面这个男人表示不服。大叔疯狂的用脸撞树，1分钟要撞60次，树枝被撞得来回摇晃，头上都出血了。他却说自己在锻炼身体，随后拿出502涂在流血的额头上，真是个狠人啊！节目组摸了一下，确实硬邦邦的，真的不会痛吗？大叔轻蔑一笑，说我都做了5年了，还劝大家不要模仿，不然很有可能脑袋开花。妻子说从来没见他额头好过，因为他每天都会撞树。说实话，我有点心疼那棵树了。大叔工作时却很安静，完全没有暴躁的样子，那他为啥会选择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原来大叔曾经也是个拳击手，因为比赛打得不好，根本赚不到什么钱，但是要养一家老小，他不得不退出拳击，最后开了个修鞋店，而且店铺所在区域治安很差，他要让别人都知道自己不好惹，这样就没人可以找自己麻烦了，所以就开始撞树了。节目组决定给大叔一个惊喜，带他来到一家拳击馆，面对久违的沙袋，大叔跃跃欲试，激动地说自己已经30年没来过拳击馆了，说着说着声音都沙哑了，熟练地缠上拳击绷带，和陪练一阵切磋，毕竟久出战场，看得出来力不从心，但是大叔还是很开心，这是自己的梦想啊。大叔受伤会用502，然而下面这个大爷也会用一个奇葩的东西，他全身贴了100张狗皮膏药，手上来1张，额头来1张，耳朵下巴也不能少，除了眼睛都贴上了狗皮膏药，然后就安心的笑了。家里还存了上百箱的膏药，但妻子却说他根本就没病，也没有关节炎，甚至比同龄人还要健康，吃骨头比狗吃的都快，下地干活也没有任何问题。由于身上贴满了膏药，太阳一晒就会变得很烫，所以他不能长时间在地里干活。村里人都不能理解大爷为啥要给自己贴膏药，每天晚上睡觉前，妻子会帮大爷贴膏药，不一会儿就用掉了100张，只有这样大爷才能安心的睡觉。长期贴膏药对他皮肤造成了严重伤害，有些部位出现了溃疡。节目组带他来医院检查，医生说由于膏药的刺激，他得了皮炎，必须马上停止贴膏药。那他为啥10多年来每天坚持贴膏药？原来10年前大爷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大坑里，过了3天3夜，自己才慢慢爬了出来。从那以后，他开始每天做噩梦，感觉有1万只蚂蚁在身上爬来爬去。偶然贴了一次狗皮膏药后，竟然连续2天都没有做噩梦。从那之后就离不开膏药了。身体没问题的话，那8成就是心理问题了。心理医生给大爷做了专业的心理测验，结果医生却说大爷没有任何心理问题，而且狗皮膏药中确实有一些凝神成分。鉴于他皮肤问题，医生还是建议少用膏药，可以定期来医院做辅导，慢慢改掉坏习惯。我怎么感觉大爷就是单纯的不想下地干活啊？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大姐是吃鲱鱼罐头长大的，什么臭她就吃什么。她尝试过吃屎，但是不喜欢啊，因为不够臭。臭豆腐只能算是小甜点。下水道的气味对她来说那就是新鲜空气。和朋友聚餐，朋友想要挑战一下，夹起一块鲱鱼，刚放进嘴里就止不住的呕吐，她却什么都感觉不到。不一会儿自己就干完了一盘鲱鱼。大姐现在最爱吃的却是鳐鱼，因为鳐鱼比鲱鱼还臭10倍。节目组邀请了几位鳐鱼爱好者来到鳐鱼发酵车间，门一打开，一股比下水道还要臭100倍的味道袭来，怎么给你形容呢？狗闻了都嫌臭，熏得眼睛都睁不开。其他人纷纷败下阵来，大姐却直接贴着鳐鱼闻了起来，越闻越上头，好想吃一口。不仅如此，大姐生活中也是处处重口味，做菜要加5勺盐，半斤辣椒面，这样吃起来才有滋有味。那她为什么会这样？她却说其实自己闻不到任何气味，冰箱里的食物坏没坏，自己也无法从气味中分辨，只能尝了才能确定是否过期。因为闻不到任何气味，也让她暴露在危险中，天然气泄漏自己也毫无察觉，食物烧焦了也不知道。节目组带他来医院检查，一番检查过后，医生说他的嗅觉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味觉也在退化，这种情况是没办法治疗的。不过闻不到气味并不完全是坏事。大姐是养老院护工，平时的工作就是帮老人换尿布之类的，因为闻不到气味，所以工作起来很轻松，自己也很喜欢这份工作，把缺陷变成优势。大姐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要说吃的奇葩，下面这个小伙表示不服，他抓起一把沙子塞进嘴里，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他却说沙子比糖还要甜，还让旁边的大叔尝一尝。大叔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又到饭点了，他从袋子里掏出2把沙子，这就是他今天的主食。接着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那是干净又卫生啊。吃完还张嘴让节目组检查了一下，是沙子没错了。他没事就去工地吃自助餐，工地上的沙子新鲜可口，品类多，量还大。来到工地先试吃一下，这个比昨天的甜。哎呦，这边又上新品了，白沙还真没吃过，一口下去，还有海鲜味。他的经验是红沙比较甜，白沙比较咸，不好吃。在此呢，感谢小哥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了白沙不好吃。
他说自己五行缺土，累了困了就要吃沙子，沙子能为自己提供能量，所以每当工作累了，他第一时间不是休息，而是找出随身携带的沙子，舀上一勺直接开灶，只要吃上一口，整个人都精神了。然而他开始吃沙子的原因却很让人心痛。原来他小时候家里很穷，3天都吃一个迷惑行为大师。女孩每天流出红色的汗，即使气温接近0度，她却热得受不了，额头上不停地渗出红色液体。仔细一看，妈妈却差点吓死，从额头到脖子再到后背都渗出了红色液体，红色液体分布非常不均匀，看着像汗水，但她又不敢肯定，人怎么可能会流血汗呢？拿上毛巾，赶紧给女儿擦身体，毛巾瞬间就染成了红色，把毛巾在水里洗上几下，一盆清水就变成了淡红色。妈妈这下慌了神，好端端的女儿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怪异症状？来不及多想，赶紧把女儿送到了医院。一番检查下来，结果却完全出乎了预料，各项指标都很正常，没有发现什么病症。悬着的心稍微缓和了一下，可万万没想到，当天晚上怪事又发生了，女儿突然发起了高烧，身上再次流出红色液体，这红色液体好像有神奇的魔力。第二天，女儿就突然好了，而且连续几天都没再冒出红色液体，女儿变得很正常。妈妈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流血汗没有任何规律，有时呢运动就会流，有时睡觉会流，如此反复无常的血汗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带她来到大医院，医生用吸管对血液取样，送到化验室做检验。没想到啊，等待结果的同时，下面这位大爷又流出了蓝色的汗。大爷每天都会流出蓝色的汗，衣服上经常出现一片蓝色印记，把衣服泡在水里，清水瞬间就变成了淡蓝色。刚开始呢，妻子也没有多想，觉得8成是丈夫不小心染上了蓝色墨水，但她万万没想到，接下来这事不仅没完，反而变本加厉。第二天，丈夫换下来的衣服上又出现了蓝色印记，接连几天都是如此，甚至床单上也开始出现蓝色印记。更奇怪的是，印记都出现在腋下部位，老两口彻底懵了，这蓝色印记到底是什么东西？大妈越想越奇怪，忍不住呢就闻了闻，哎，什么味儿都没有，难道是去外面晾衣服的时候被别人弄上去的？仔细想想也不合理啊，不可能每次都弄在腋下啊，难道真的是丈夫流出了蓝色的汗？大爷还说最近在吃一种降血压的药，怀疑是药物导致的蓝汗现象。随后我们陪同大爷去了同一家医院，医生表示药物中不存在使汗液变蓝的成分，接着也对大爷流出的蓝色液体做了采样化验，同时小女孩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结果显示2个人流出来的还真是汗液。医生判断他们的汗腺出了问题，导致了一种叫嗜汗症的症状，一旦汗腺功能失调，再加上细菌入侵，汗液就会在细菌的作用下导致变色，至于颜色有红色和蓝色的区别，可能和细菌不同有关。医生表示嗜汗症对人体不会造成太大伤害，随着汗腺功能恢复正常，嗜汗症的情况也会随之消失。他把生牛肉当面膜，整张脸贴满了新鲜牛肉，血水还不停地滴下来，用完的生牛肉也不浪费，直接吃掉，边吃呢还边笑，还说敷完后皮肤光滑有弹性。更夸张的是，敷完面膜后他竟然用大骨汤洗脸，还必须用熬了12小时的牛骨汤。他说自己是干性皮肤，骨汤里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对皮肤很好。最急的人是他妹妹，认为姐姐38岁的年纪看起来像18岁，容易引来非议，而且由于常年吃生肉，去医院检查后还发现身体竟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但他却并
不在意，反而变本加厉，让记者也试一试牛肉面膜，从袋里拿出新鲜牛肉就往记者脸上涂，边涂呢还边问记者感不感动。记者吓得直接不敢动，不一会儿记者脸上都被覆满了生肉，静静躺在沙发上感受效果。看到不停渗出来的血水，他却忍不住流口水，敷完后直接扯下一块塞进嘴里，还说口感非常滑嫩爽口。他还推荐记者尝一下。记者含着生肉迟不敢吃下去，他每天都要去买新鲜的生肉，检查是否新鲜的方法就是直接生吃。店主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他却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确认新鲜后直接买了一大袋，回家后简单调个蘸料就可以开吃了。因为吃着也很费钱，他没事就去餐厅打工，这样还可以顺便吃点餐桌上的剩肉。老板看到后也不敢说什么，毕竟敢吃生肉也是个狠人。等发工之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了顾客，在自己的打工店继续买生肉吃。虽然吃的是烤肉，但从来用不到烤盘。他这一天的工作收入才3万块，然而一顿就吃了8万块的生肉。这天他遇到了另一个喜欢吃生肉的人，两人来到一肉店开始了比拼。大妈拿起一片生猪肉蘸点酱油就开灶，大妈表示吃生肉还没怕过谁。两人很快就吃完了一盘猪肉，接下来两人准备吃活鱼，简单处理一下，抱起来就啃，一口下去还会爆浆。不一会儿整条鱼只剩下了骨头，两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还约好以后要经常出来一起吃。但这样生吃真的健康吗？最后大家还是带他来医院检查，结果在他肠道里发现了一条长达1米的猪肉绦虫，医生及时为他进行了驱虫，还告诫他为了健康千万不要继续生吃了。这个山洞会流血，暗红色的液体瞬间就会把整个湖面染红，水面闻起来还带着一股血腥味儿。这种现象每月都会持续好几天。更神奇的是，即使在寒冬腊月，湖水竟然是温热的。当时就有人猜测洞里可能藏着某种大型的生物，是这种生物流血了。这一琢磨，马上就有年龄大的村民想起了当地一个传说，说是在很久以前当地大旱，老百姓都快渴死了，有一个叫李昂的教书先生在洞前找到了一眼神拳，用它救活了当地的老百姓。从那以后，李昂就化身成了一条龙，居住在洞里，而每当有灾难来临，就会流出血泪。在山洞旁边的神龙雕像，据说就是用来纪念李昂的。虽然在以前，村民对传说都是半信半疑，毕竟呢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从没人见过真龙。可眼下看到跟血一样的湖水，说不定洞里真有一条龙存在，搞不好啊还是一条母龙。就在大伙浮想联翩的时候，现场又发生了一件更加惊人的事，洞里竟然传来了小孩的哭声，这让村民倍感不安，都认为要有灾难来临。不少人还在雕像前诚心跪拜，祈求神龙息怒。说来也奇怪，祭拜的人多了以后，血水就突然消失了，而且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没听说哪里发生过大灾。不过呢，还是有人不相信洞里有龙，他们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进洞里一探究竟。随着船渐渐靠近洞口，水的颜色也越来越深，慢慢就变成了深红色。越往里走，心里越发毛，一路上小心翼翼，生怕惊动了怪物，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他们刚进入洞穴深处，就看到水面上突然闪过一个黑色影子，两人吓得落荒而逃。不久后，洞穴里再次流出血水，关于洞穴的流言又传开了，不少人言之凿凿，说这洞穴里肯定有龙。眼看这事越来越离谱，当地政府看不下去了，请来了地质专家。说来也怪，专家来了之后，他居然就不流血了，没有血水，只能先检测一下湖水。检测结果显示，湖水中的铁离子含量异常高。专家认为，虽然湖水是从这洞里流出来的，那就要去洞里找原因。于是专家一行人坐船进入洞穴。随着他们不断深入，专家发现有一块岩壁的颜色明显发红，与其他岩壁一对比，那就更显眼了。用手在这块岩壁上轻轻搓了搓，竟然把岩壁上的红色物质搓了下来，而把红色物质放入水中，清水立刻就变成了血水。专家研究了半天，说这个红色物质就是氧化铁，俗称铁锈，这就是形成血水的真正原因。原来在洞穴附近有很多铁矿，当地下水流过，就会把铁一起带走。一旦进入水中的铁锈增多，它就会出现流血水的奇观，而水中的血腥味其实呢就是铁锈的味道。大妈肚子里竟然长了一朵花，花瓣清晰可见，甚至还有花粉，每次上厕所都伴有阵阵花香。连工作50年的医生都没想到，这竟然是由于一件小事造成的。大妈说最近肚子经常伴有一股钻心的疼痛，感觉有什么东西正在肚子里生长。来医院通过胃镜一看，果然发现了异常。刚开始呢以为是未消化的生菜叶，但随着检查的深入，发现问题并不简单。一朵完整的花呈现在眼前，花瓣花蕊清晰可见。检查的过程中还脱落了一片花瓣，可以肯定这就是一朵真正的花，看着就像在胃壁上长出来的，而且胃壁上还发现了几个奇怪的白点，还真有点像花朵的根茎，但胃里怎么可能开花呢？正常来说，即使花朵偶然进入体内，很快就会被胃液消化掉。医生百思不得其解，接着询问了大妈最近的饮食习惯。大妈说为了过年回家相亲，最近呢在努力减肥，只喝了大量的水，没事的时候就去修剪鲜花。然后我们就在花篮里找到了同款花朵，大小一模一样。我们怀疑她不小心吃下了花蕾，在胃里正好开了花，但想想呢也不太可能。大妈还说自己修剪花朵的时候不断打喷嚏，这时呢医生想到了另一种可
可能。医生说，如果喷嚏碰脚打落了花朵，花朵就有可能掉进水杯里，不小心就被喝了下去。正是因为喝了大量的水，胃液被稀释，不足以腐蚀花朵，花朵就得以完整保存。为了验证这一猜测，医生还做了测试，让实验对象喝了大量的水，随后吞下几朵花，接着来做胃镜检查。胃镜里果然看到了一片花瓣，继续深入检查，但始终没有看到其他的花瓣，像大妈一样保存完整的属实罕见。医生表示，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才导致了这种巧合。这个小区地面温度高达83度，新鲜树叶只过了2分钟就被烘干了，轻轻一捏就成了粉末，蚂蚁爬过直接烤焦，连鸡蛋都能煎熟。奇怪的是，周围都不热，偏偏就这1平米的水泥地发热。其实等到太阳下山，这一块地方依然是热浪逼人。小区居民议论纷纷，有人说是漏电导致的，还有人说是天然气泄漏引起的。随后大家找来电工师傅检查了半天，结果呢并没有漏电。很快天然气公司的人也来了，他们拿出探头在地上扫了半天，也没有检测到泄漏的天然气。小区居民看着这一块发烫的地面，心里头更加不踏实。大家决定挖开地面，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找来了几个工人又开挖，可是没想到越往下挖温度越高，还伴随着阵阵白烟。再一看温度计，都已经到100度往上了。看到这反常的一幕，有人大喊火山要爆发了。一听这话，几个工人吓坏了，说啥呢也不肯往下继续挖，还把已经挖开的坑赶紧填上了。但火山爆发和这相差实在太远，属实不太靠谱。又有人说会不会要地震了，一听这说法，整个小区是人心惶惶。有人还闹着要搬家，物业赶紧请了几位专家来调查真相。一番调研之后，专家怀疑是放射性元素裂变造成的。这句话让所有人大惊失色，专家赶紧拿出仪器一通检测，还好没有检测到任何放射性元素。为了找出真相，专家说还得继续往下挖，但随着坑越刨越深，又一个令人惊讶的情况出现了。挖到大概1米深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滩积水，紧接着本来一直冒热气的坑慢慢就凉了下来，白烟呢一下子也不见了，连各位专家也是一脸懵。专家们商议片刻，说还得继续挖。为了加快进度，大家又请来了专业的钻探队，工人们搭起钻探架，把一根长长的砖头打进了地里，这一下去就挖上来很多黄土。钻探结果表明，小区地下的土层非常松软。这时专家一拍脑袋，说应该是地热导致的这种现象。专家认为在小区地下几千米处有着一些很细小的地下裂缝，地球内部的热量通过缝隙顺着松软的土层跑到了地面，就造成了地面发热的现象。至于挖掘过程中发热现象突然消失，是因为泥水混在一起形成了泥浆，这些泥浆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些缝隙给堵住了，地热也就被隔开了，所以地面自然又恢复到了正常温度。他家的房子会自己加热，室温常年64度，平底锅不开火就能煎鸡蛋，水龙头出来的也都是热水，墙纸都烧焦了，往墙上泼水会发出吱吱的声音，不小心碰到地板都能把手烫个水泡，工作人员踩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不仅如此，卧室的温度竟然达到了70度，这睡一觉还不就8分熟了，而且地暖早就关了，电源早就拔了，不可能是地暖问题，那会不会是电路问题造成的？节目组检查了所有电路，结果一切正常，有可能的因素都排除了，但还是找不到问题所在。大半热的根本睡不着啊，只能不停地往地板上泼水来降温。邻居们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说房子下面有温泉，还有人说房子下面是地狱之火。一时间关于他家的谣言越来越多，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在节目组测量外墙温度时，意外发现电表的温度非常高，这就很反常了。打开电表的瞬间就冒出了电火花，维修人员发现电表和配电盘之间没有断路器，另外他家房子不是混凝土结构，而是钢架结构，当电表短路时，整个房子都是导体，产生的热量会通过钢架传递到整个房子，所以才会出现超高温的现象。幸亏发现的早，不然煤气罐都有可能发生爆炸。维修人员找到了粘在一起的电线，换上了新的电表，一切恢复了正常，这下可以凉爽的睡个好觉了。然而下面大叔家里发生了更离奇的事，他家的墙会拉屎，每天早上就会出现满墙的便便，有长有短，最长的有25厘米。然而这条街上只有他家墙上会出现这种现象。你要说有小动物在地上拉屎可以理解，但是墙上是怎么拉上去的？有的位置比人都高，一般的小动物是做不到的。那会不会得罪了什么人？大叔说自己为人和善，从没和别人有过纷争，这种情况是半年前开始的。他还安装了监控，但一直没有拍到可疑人员，便便都是突然出现的。节目组请来专家，决定从便便入手。专家开始收集大便，他们要从便便里提取 DNA 来确定到底是什么物种的粪便。节目组也没闲着，架起了多个摄像机，全方位监控这条街。一夜过去了，便便再次出现，查看录像可以清晰的看到便便是从天而降的，没有拍到任何生物，这就很惊悚了。这时便便的分析结果也出来了，专家说是人类的粪便，而且还是女人的。那现在好办了，只要是人为的就一定可以拍到它。节目组安装了更多的摄像机，一夜过去了，果然有收获。录像显示便便是从他家对面飞出来的，还拍到了始作俑者是一个满头白发的人。大叔看到都懵了，
了，说这是他家对过的邻居，名声很好的，从来没想过是他们做的。节目组拜访了邻居，老人说自己妻子有老年痴呆症，不知道妻子的这种迷惑行为，表示很不好意思，说可以帮忙打扫，以后会看住妻子，不会让她乱丢便便。大叔也很无奈啊，说本来想找到人要点赔偿的，想想还是算了吧，最后表示可以理解，以后不再出现这种事就更好了。然而下面餐厅遇到了更灵异的事，这家餐厅的橡胶手套每天晚上都会被撕得粉碎，形状非常不规则，看起来不像是人为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它瞬间分解。店主说这种情况已经持续2周了，非常诡异，想想就起鸡皮疙瘩，以至于早上开门都不敢一个人进去，等员工到齐后才敢进入。来到后厨一看，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员工分析，如果是动物的话肯定会找东西吃，不会没事撕手套的，但是房间的食物并没有少，那会不会是人？工作人员试了下，根本撕不开，即使用剪刀也做不出这种粉碎的效果。店主想到了一个方法，下班前把面粉撒在地板上，等明天看看有没有脚印就完事了。节目组也架起了摄像机全程记录。第二天一早，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然而一个脚印也没有。查看录像后发现，手套竟然是自己慢慢分解的，完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自己就裂开了，这很不科学，难道真的遇见鬼了？节目组找到专家仔细观察录像后说，手套应该是被臭氧破坏的，餐厅一般会用臭氧消毒，臭氧有很强的氧化性，可以轻松氧化手套中的分子结构。至于为什么只发生在晚上，是因为白天一直通风，但是晚上臭氧就聚集在一起了，浓度高了就可以腐蚀手套。为此专家还做了个实验，密闭空间内臭氧很快就把手套分解了，至此真相大白，一切只是个化学反应而已，只要晚上也把通风打开，就可以解决这个灵异事件了。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这个小区地面温度高达83度，新鲜树叶只过了2分钟就被烘干了，轻轻一捏就成了粉末，蚂蚁爬过直接烤焦，连鸡蛋都能煎熟。奇怪的是，周围都不热，偏偏就这1平米的水泥地发热。即使等到太阳下山，这一块地方依然是热浪逼人。小区居民议论纷纷，有人说是漏电导致的，还有人说是天然气泄漏引起的。随后大家找来电工师傅检查了半天，结果呢并没有漏电。很快天然气公司的人也来了，他们拿出探头在地上扫了半天，也没有检测到泄漏的天然气。小区居民看着这一块发烫的地面，心里头更加不踏实。大家决定挖开地面，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找来了几个工人就开挖，可是没想到越往下挖温度越高，还伴随着阵阵白烟。再一看温度计，都已经到100度往上了。看到这反常的一幕，有人大喊火山要爆发了。一听这话，几个工人吓坏了，说啥呢也不肯往下继续挖，还把已经挖开的坑赶紧填上了。但火山爆发和这相差实在太远，属实不太靠谱。又有人说会不会要地震了，一听这说法，整个小区是人心惶惶。有人还闹着要搬家，物业赶紧请了几位专家来调查真相。一番调研之后，专家怀疑是放射性元素裂变造成的。这句话让所有人大惊失色，专家赶紧拿出仪器一通检测，还好没有检测到任何放射性元素。为了找出真相，专家说还得继续往下挖，但随着坑越刨越深，又一个令人惊讶的情况出现了。挖到大概1米深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滩积水，紧接着本来一直冒热气的坑慢慢就凉了下来，白烟呢一下子也不见了，连各位专家也是一脸懵。专家们商议片刻，说还得继续挖。为了加快进度，大家又请来了专业的钻探队，工人们搭起钻探架，把一根长长的砖头打进了地里，这一下去就挖上来很多黄土。钻探结果表明，小区地下的土层非常松软。这时专家一拍脑袋，说应该是地热导致的这种现象。专家认为在小区地下几千米处有着一些很细小的地下裂缝，地球内部的热量通过缝隙顺着松软的土层跑到了地面，就造成了地面发热的现象。至于挖掘过程中发热现象突然消失，是因为泥水混在一起形成了泥浆，这些泥浆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些缝隙给堵住了，地热也就被隔开了，所以地面自然又恢复到了正常温度。这个大爷30年吃了40万颗糖，这绝对是你见过最爱吃糖的大爷。只见他夹起一片泡菜，两面都蘸上白糖，接着塞进了嘴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1勺白糖，就连吃炸酱面他都要加入1包白糖，搅拌搅拌就开始享用美食了。这种神仙吃法震撼周围的人一整年。他见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这是他认为最热情的方式。他嘴里随时随地都含着糖果，一天就要吃60颗糖，口袋里也装满了糖，除了睡觉基本上都在吃糖。又到饭点了，大爷打开糖罐子，把满满1勺白糖加在米饭里，做了个白糖拌饭，这个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吃米饭的。然而接下来的操作就比较奇葩了，他夹起一片泡菜，蘸上一点白糖，接着就送进了嘴里。这还没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1勺白糖，这个我就接受不了了。饭后大爷还得来一杯糖水消消食，然后1勺2勺8勺，他一共加了9勺白糖，倒上一点点水，搅拌一下，一饮而尽。就这种喝法，他每天都要喝5杯，算下来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还有400块糖果，这属实已经在人体承受范围之外了。这样吃糖牙齿能受得了
了吗？大爷轻蔑一笑，说开什么玩笑，我没有牙，我10年前就用上假牙了，反正不是自己的牙，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嘿嘿。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糖的？原来30年前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不得不戒掉了烟酒，于是找到了糖果作为替代品。好消息是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坏消息是他得了不吃糖就难受的病。说起来也是搞笑，大爷虽然吃了大量的糖，但得糖尿病的却是他从不吃糖的妻子。大爷每天都会锻炼1小时，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好，但是他真的健康吗？节目组带他来到医院，一番检查过后，医生说虽然你暂时没有糖尿病，但是你有高血压，还是建议赶快戒掉糖，这样才能保持健康。最后大爷表示，为了健康自己会尽量少吃糖的。老爷子这种情况算比较好的了，下面这个男人就比较严重了。这个男人从出生就喝可乐，33年滴水未进。只见他打开一瓶1.5升的汽水，不到5秒钟，瓶子就见了底。吃饭的时候，他先倒上了3碗不同颜色的汽水，这几碗汽水就是他的主食，那一点点米饭只是他的配菜而已。吃一口米饭就要喝1碗汽水，他一天要喝3瓶1.5升的汽水，已经连续喝了33年，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30多圈。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不仅如此，他的牙齿也被汽水腐蚀坏了，还得了关节炎，为此他不得不每天吃药，一把药物塞进嘴里。接着就奇葩了，他竟然用汽水送服，他为什么不喝水呢？他却说听到这种回答，节目组觉得很搞笑，怎么可能呢？每个人都可以喝水啊。为了解答疑惑，他决定现场演示，一口矿泉水下肚，紧接着而且他头上也渗出了汗珠，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不能喝水。他说只要喝水肚子就会痛，真是奇了怪了。原来他小时候得过一场重病，做完手术后，母亲给他准备了很多食物，但他自己什么都吃不下，只能喝一点汽水。从那以后就开始喝汽水了。母亲起初对儿子很心疼，于是放任他不停地喝汽水，没想到最后却沉迷于汽水，无法自拔了。接下来按照惯例，他被带到医院做检查，首先确定的是他的牙齿都成了蛀牙，需要尽快治疗。在经过各项检查后，医生说他现在的骨骼年龄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而且他的关节问题更严重，有些关节已经粘在了一起。医生建议他必须停止喝汽水。至于他为什么喝水就会肚子疼，心理医生认为可能是小时候的手术或者当时服用的药物引起了一些副作用，但更多的还是心理作用。几天后，节目组做了个回访，发现他家里已经看不到汽水的踪迹了。他说自己已经把汽水都扔掉了，现在每天都吃蔬菜，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希望可以赶快恢复健康。如果要论对汽水的痴迷程度，下面这个老爷子表示不服，连续20年喝可乐，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大爷一口气就喝完了1.5升的可乐，但他却说自己喝的并不多，然而转身又干完了1瓶可乐。老伴也无法阻止大爷，他每天都要喝6瓶1.5升的可乐，工作时也要随身带着1瓶，工作累了就要打开可乐，随时随地补充能量。到饭点了，自然也少不了可乐，米饭里倒上半碗可乐，搅拌搅拌，就做成了一份可乐捞饭，先喝汤后吃饭。你别说，我感觉这样好像还不错的样子。那他这样喝可乐多长时间了？大爷说也没有很长时间，也就20年吧。所以20年内每天6瓶可乐，那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40多圈了。但是20年前他从未喝过可乐，原来他曾经嗜酒如命，长期酗酒给自己造成了严重伤害，他不得不戒掉酒精，于是用可乐作为替代品。这一喝不要紧，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即使喝到牙都掉光了也无所谓。老伴试图带他去看牙医，大爷却说你有钱烧的啊，有那钱买可乐不香吗？可乐在手，精神抖擞，根本不用去医院。不过最终还是被节目组带到了医院，首先检查了他的牙齿，医生说大部分牙齿都坏掉了，变得很脆，基本上不能咀嚼食物了。接着进入全面检查，医生表示他患有骨质疏松症，而且大爷已经70多岁了，如果不想开席的话就要停止喝可乐。大爷轻蔑一笑，听完医生的话转身就走了。他还说看得出来大爷对可乐是真爱啊。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